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2月3号，星期三。昨天讲了一些金融投资方面的知识啊，收到的反响不错。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讲和钱有关的话题啊，顺便呢再来讲2个新闻。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消息可是不得了啊，太爆炸了。来看今天的标题：习近平发布新规，消灭小产权房，房子该不该卖？这个视频告诉你，除了房产税，还有大杀器呢。腾讯陷入了反垄断调查，人人影视14人被抓捕。哎呀，今天要讲的事儿，尤其是这个房子的事情啊，太可怕了。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你们要仔细的听完啊，尤其是有房的朋友，或者是准备买房的朋友啊。好了，首先进入咱们第一个话题啊，那就是房子到底该不该卖的问题。说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应该考虑2个因素。第一呢，政治因素；第二呢，市场因素。政治因素大于市场因素，大家没什么意见吧？在西方社会，财产高度私有化的情况下，经济都和政治是高度挂钩的。在中国社会，人民财产是公有的具体的来说，应该是党有的。所以说，无论你在哪个国家，看懂政治才能赚钱，至少也可以自保，对吧？咱们先来说一说房子该不该卖的市场因素。你想要知道你的房子该不该卖，你就要了解2个东西。第一个是通货膨胀率，第二个是个人经济能力，说白了就是收入。那通货膨胀率，面具人也不用说那么多的高大上的专业术语给你们解释了，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通货膨胀率就是货币贬值的速度，就是我们手中人民币购买能力下降的速度。中国官方公布的20年来的通胀率都维持在6%以下啊，有时候呢是8%以下，甚至呢还出现过负数。那意思就是购买力没有下降了嘛，对吧？通货膨胀出现负数啊，表明你的购买力上涨了。那观众朋友们，这种数据你们信不信？不信吧？好，咱们就来具体算算这个通货膨胀率到底是多少啊？咱们先把范围从全国缩小到北京啊。北京13、14、15年的工资水准分别为1400元、1560元和1720元。用本年减去去年的，然后呢再除以去年的，就能计算出3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1.1%、11.4% 和10.25%。那这是远高于官方公布的6%呀、8%呀，更别说负数了，对吧？那这只是北京，皇城根儿算是控制的好的。全国的货币增长量应该是18.2%，中国的 M2 年均增长率从2000年到2019年就是18.2%，而 GDP 的增长量是9.5%。但是这之中啊，有一半的货物是出口的，所以呢，中国的实际商品的增长量只有5%左右。那就很简单了，用平均的18.2%的货币增长量减掉4.5%到5%的商品实际增长量，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在13%到14%之间。简单的来说，就是货币变多了，商品并没有变得更富足，商品没有变多，而货币变多了，那必然会导致物以稀为贵，商品价格变高，这就是购买力下降。这么讲，大家应该都能明白了吧？实际上呢，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13%到14%之间，这就是我们能从台面上算出来的。那至于中共公布的数字有没有修饰过，那答案也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中国的真实的膨胀率至少是在13%到14%之间。至于中共公布的数字有没有修饰过，那答案也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中国的真实膨胀率至少是在13%到14%以上。咱们再用基本物价计算啊，
从78年到19年，货币贬值了77倍，年 CPI 高达16%。按照黄金价格计算，1979至2019年的平均每年 CPI 高达12.4%。根据不同的角度来计算通货膨胀率，得出的结果都是接近于15%左右。因此呢，目前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就是中国年均通胀率已经高达了15%了。那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这就意味着你在银行的存款年利率是2%，一年以后你取出来亏损了13%，这就意味着你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公司为你加薪6%，但是呢，你的薪资上涨水平却远低于物价的飞涨速度，这就意味着你10年前开始存的钱，今年呢终于存够了一套房的全款了，但如今呢，房价早已不是你10年前所能想象的了。也许呢，你本来是打算存个付全款的钱，可如今呢，却连个首付都付不起。那看到这儿了，有没有人感觉到了一丝悲凉呢？谁能保证自己一年的财富就能稳稳地增长13%呢？不仅如此，很多人赚钱变得越来越难了，权贵们也变得更加的贪婪了。那你们知道吗？你的财富一年增长13%，才仅仅能做到不亏。那没人能保证自己的每年工资上涨13%，没人能保证自己炒的股票每只都能大涨，没人能保证投资理财样样成功，对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假如什么都不去尝试，那我们的生活水平就会变得越来越差，日子呢也会过得越来越难受。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存在急于赚钱的心态，而落入了很多深坑骗局里面，什么 MFC 呀、MBI 呀、空气币呀、权健呀、完美呀，各种直销项目，各种资金盘项目，把人弄得是应接不暇，结果呢，最后都是亏钱。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啊，真的是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哦，对了，还有个事情没给大家说啊，光是在这儿算物价了。还有个事儿呢，就是中国的房子有70年的产权限制，那到期了该怎么办呢？根据国家的要求啊，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限时间期满的，可以选择去相关部门办理延长土地使用权限的手续。那具体做法是由房屋业主联名提出啊，这有个坑啊，还要联名提出，补交土地出让金。那这就类似于补差价嘛。这个土地出让金的比例，目前呢，国家还没有公布具体是多少。其实呢，公布多少都是看党的心情的，这没什么好说的。那我们就只能按照目前的土地出让金的比例来算算，依照中国这几十年的通货膨胀速度算，到时候的中国房价的土地出让金是多少钱？好吧。土地出让金各地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按照当时的市价有1%到3%，甚至更高的都有。那我们取中间值2%，不多吧？现在一套中等偏小、地段不是很好的房子啊，那我们就按照100万算。中国40年的通货膨胀是77倍，那70年就会通胀135倍。到那个时候，你的房价就是在1300万以上，那1300万2%的土地出让金就是26万嘛，看似不多，对吧？但是你们别忘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国家现在并未公布70年到期以后到底要补多少土地出让金的差价。也就是说，目前的这2%、3%，党肯定是不满意的，如果他满意，他就直接公布2%、3%了，你说是不是？那我们按照5%来算，就是要交65万；要是按照10%来算，那就是要交130万；如果是按30%来算，那就是要交390万。可能你70年以后要补的差价，土地出让金都远高于你当年买房子的钱哦。
现在想想，可怕不可怕呢？很多人说，哎呀，以前的钱不值钱。对，以前的钱是不值钱。1990年到2000年之间，中国的房价差不多一直维持在1000块钱左右一个平米，基本上都没怎么涨。一套房子算下来啊，10多万就能买很不错、很大的房子了，并且呢是南北通透。之前赚钱难不难？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难。那么问题来了，在目前的中国赚钱更难了呀，对吧？你想赚个10几万块钱还是难，之前赚个10几万块钱，说不定还比现在赚10几万块钱还简单。所以呢，你按照目前的中国的经济存况，你还是存不住钱嘛，对不对？房子呢，肯定还是会涨价的。中国的平均房价上涨速度也基本上符合这个通货膨胀的速度，10年翻一番，30年呢翻好几十倍。好几百倍都有。50平米的房子30年前也就卖个几万块钱，现在买要几百万，对吧？你们天天骂江泽民，结果呢，人家江泽民的时代，目前来看呢，经济还是算比较健康的时代。那时候的物价和收入，房价和收入的比例哪有现在这么夸张嘛，对不对？年龄大一点的老观众朋友们应该都是感同身受吧。过去和现在的房价啊，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量，你们要记住，那就是80、90、00年代的中国，那时候的经济比较健康。沿海城市虽说是先发展，但是呢，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的房价物价的差距不至于像现在如此的畸形，也就是说，全国财富的分布还是比较平均的。不管你是在上海有房子，还是在重庆有房子，差距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那时候的房价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意义。那现在的房价呢？一个城市一个样子。深圳的房子和四川的房价能比吗？北京的房价和甘肃的房价能比吗？不能比吧？现在的房价呢，已经不具备普遍代表性了。这也就是面具人我想说的，从市场角度来看啊，房价目前处于高位的人，他拥有的房子啊，风险也就越大。反而呢，2、3线小城市的人目前呢，没有什么忧虑。为什么？你的房子就值那些钱了，就那样了，你能卖多少钱？卖个几十万、50、60万，对吧？你多这些钱你也忘不了，你少这些钱你也死不了，对吧？你多个几十万，你就能飞黄腾达了，飞不了黄，腾不了达。中国的地区和地区之间，它的房价差异啊，大到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你如果是2、3线城市，你有一套房子，卖了那些钱，你也付不了多少，知道吗？但是呢，你把房子卖了以后，你没房子住了，那你每个月都要掏租金。如果你是中低收入群体，那你就更不划算了，对吧？所以呢，真正应该担心的就是那些大城市的人，他们现在头疼了。他们的房子虽说值钱，但是呢，国家也不傻，肯定会想办法把他们锁盘，知道吗？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住，但是呢，这个房子贵的人，他住起来的成本就会非常的高几百万的房子，每年15%的通胀，你算算，1000万的房子，它一年15%，通胀掉150万，你觉得他这个房子住起来爽不爽？那你说那些普通的几十万的房子住了就住了，又能怎样嘛？对不对？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住，人嘛，一日3餐睡个觉，要求要有多高嘛，对不对？并且呢，那些贵房子的人他的子孙后代到了70年以后，究竟该怎么补这个差价呢？价位太高了，补不起。如果不补呢，那更亏了。你那种1000万级别的房子，到那个时候真的是
烟消云散了。很多人说啊，到不了70年就给你拆迁了补偿了，拆迁了补偿了，对呀，你觉得共产党傻吗？共产党会把钱给你越补越多吗？他自己掏腰包来造福老百姓吗？你觉得现实不？而且呀，大家再看一个数据啊，就是根据目前的银行贷款规则啊，15年到20年以上的房子评估贷款的金额就非常的低了。有些银行呢，甚至就干脆不做15到20年以上的房子，直接就是不给放款。那2、3线小城市的房子不值钱无所谓，卖不卖就那样。那目前来看呢，房子越值钱的人，他越是应该考虑自己的房子接下来该怎么处置，是把它当为资产呢，还是把它当为一个住宅呢？当住宅的话，太奢侈了。当资产的话呢，银行也不接受，市场呢不停的在通货膨胀。你说租出去吧，你深圳的房子你能租多少钱嘛？对不对？啊，你的租金回报率能跑赢通货膨胀吗？对不对？任何一个房子你也租不到1年15%的涨幅吧，对不对？所以说，越是房子贵的人，越是应该考虑自己的安危啦。在数字货币出来之前，房价会一直的涨，数字货币出来以后呢，房价就更涨了。可是呢，涨了又能怎样吗？对不对？1000万的人民币，200万的美金和1000万的央行数字货币，你选哪一个？你要哪一个？我想各位在座的有脑子的人都会选前者啊，人民币现金或者是美元美钞，对吧？1000万人民币在国外呀，都能买好几套房了，都能买3、5套别墅了。你看，一套自己住，另外几套呢租出去收租金，并且呢，这个房子你不用担心以后没有呀，你子子孙孙辈辈都能住在这儿住下去，对不对？并不是说70年以后还要补天价的差价呢。所以说你在国外生活是没压力的。但是呢，在国内呢，国内的租金收益率那是连利息都跑不过的，国外的租金收益率可是不低的，能跑赢通货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在国内啊，一党专政就是这样，党他要赚钱呀，党他们的小三情人二奶他们要挥霍呀，对不对？你老百姓的产出劳动力怎么能落到你们老百姓的口袋里面呢？对不对？民穷则国富，国富则民穷，民富则国穷，懂不懂？怎么玩都是党赢，因为党掌握着笔杆子洗脑，党掌握着枪杆子嘛，对吧？不服弄你啊！所以说国内不管你有房的还是没房的，怎么玩都是亏钱，只是看大家亏得多与亏得少的问题，钱都是党赚走了，明白不？尤其是那些北上广深的人，现在真的是应该考虑这种问题，不要再活在那种美梦里。很多人觉得，哎呀，今儿个您吃了没？我今天遛个鸟啊，吹个箫啊，哼哼小曲，哎呀，老北京啊，皇城根儿啊，咱们的房子就是值钱儿，对不对？几十年前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些土豪，也是做着自己的黄金美梦，结果呢，是不是？更别说以后数字货币出来了，你们草民就用数字货币吧，你的东西很值钱，但是这个数字货币到底算不算得上钱呢？这是个问题。所以呀，各位观众，你不要光想着房价涨，房价是涨呀，一直涨到现在了啊，你也都能想到房价一直涨，那国家能想不到吗？对不对？共产党就会一直让你的钱变多，是不是啊？让你一直发大财，是不是？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房价上涨以及你自己的房子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啊，我已经分析过了市场的原因了。那接下来
咱们就要分析一下国家政治层面的原因啊，从这个角度上来思考一下咱们的房子该如何处置啊。你把这一块仔细听完，你就能对自己的房子心里面有个数了。大家先来看这张图啊，争取在2021年底前消化80%以上的在建违法建设，确保在2022年底前基本完成消化。那说的意思就是完全消化掉、消灭掉，对吧？看懂了没？消灭违法建筑，那小产权房算不算违法？自建房算不算违法呢？城中村的房子算不算违法呢？或者说，党说你违法，你就是违法的，对吧？中国目前是在隐形的割富人的韭菜，因为通胀远大于房子的收益，就是在割富人的韭菜。同时呢，共产党还严格限定贷款标准，让穷人更难以贷款买房。为啥？因为只有穷人贷款才会有金融风险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房产税、房租税都陆续的出来了，对吧？目的是为什么？赚钱嘛，割韭菜嘛。面具人，我告诉你们，想的太浅显了，没那么简单。党出这些玩意儿的目的就是为了抬高民间的租金、房子的成本，然后呢，党会引入公租房，按照市场价搞个8折9折，割民间房东韭菜的同时，割屁民租户。同时呢，他再进行城中村改造，清退那些低价租客，党会让后续房价继续上涨。然后呢，铺开公租房，同时呢，党会进行城中村改造，清退那些低价的租客。城中村一个月的房租也就是500、600、700、800吧，有些地方便宜的甚至还有300、500的、300、400的都有啊！不，那可不行，现在都是2021年了，怎么还能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呢？还有没有王法了？这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节奏了。党啊，可是大韭菜小韭菜都不能放过的。毕竟呢，已经割了韭菜的这些人，他们的钱都已经锁在房子里了，对吧？那以后呢，还有很多人买不起房呢，这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尤其是那些农村的被共产党把宅基地改掉的一波人，这些农村人他要不要住房子？他住房子，他买不起房子怎么办？租房子嘛，对不对？这些人可大部分都是买不起房子的呀。那很多人买不起房了以后，消费心态转变了，那买不起也是买不起嘛，对吧？那怎么办？租房呗，租房。共产党想了一下，这光收房产税、房租税好像不过瘾，干脆直接国家统一管理吧，国家直接统一收房租，这种所有人的房租都交给国家来分配，才是共产党想要的长期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且呢，可以稳定各个地区的基层官员。之前呢，各个地区的官员通过卖地来赚取收入，赚取他们的公务费，对吧？可是呢，现在地卖完了怎么办？没地卖了，收房租呀，对不对？共产党它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维稳下去，保证自己的这个腐败链条和镇压链条。所以呢，房价不会跌，房价就是一个有房没房的分水岭，长痛短痛的分水岭。现在大家关注的都是房价，可是呢，人家共产党早就已经瞄准了公租房市场。还有什么能比收房租靠谱的呢？你说是不是？地也肯定不能长久的卖嘛，对吧？大基建呢，也是要看人口稠密度的。房子和地都是党的，你说能咋啊？地也是党的，房子也是党的，这样呢，党才能发大财，对吧？不停的收房租，这才是源源不断的钱。
通过房产税和房租税提高民间的租房价格。党呢，于是就可以出来做好人了呀，他自己搞个公租房，把这个公租房短期的打个折，哎呀，好名声有了。你看国家出的房子就是便宜，国家出的房子房租就是低，这样的话他就会倒逼这些房东们、二房东们加入到党的公租房行列中托管嘛，对吧？这样党好名声也有了，钱也捞到了，也把这些房主给控制住了，既割了民间的房租市场，又割了公租房的市场。那这些现象，我们从去年看取消那些中介，包括这个蛋壳公寓暴雷，都能看出来端倪，是吧？前段时间蛋壳公寓的暴雷也可以说是共产党的一个数据收集和市场的测试。事实上呢，再多的金融难民、房租难民、诈骗难民，这些难民他反抗了吗？共产党也看到了呀，民间这些难民几乎没有反抗意愿，他们最多就是人斗人，人整人，互相的狗咬狗。于是呢，共产党尝到甜头了呀，他就可以放开手脚，大整大干了。到时候呢，就是国家队占领二房东市场，二房东市场形成规模了以后，那些小产权的房子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深圳现在几乎所有的小产权农民房都已经改造成公寓了，这只用了2-3年的时间，仅仅是2-3年的事情，红色贵族就能把这么大一片深圳的所有的小产权呀农民房都给改造成了公租房，大家一起赚钱了。你们想想嘛，红色贵族还能放过哪个撸钱的死角呢？对不对？那么多的专家谋士都是吃干饭的吗？他们可都是为了红色贵族服务的，把红色贵族主子服务好了，伺候好了，他们才能赚钱嘛，对吧？这些人可都是忠君护主的呀。那面具人从国内得到的情报，你看是不是这样？深圳这边是不是这样？包括很多地方的城中村呀，还有这些自建房呀，都已经慢慢的被渗透，被改成了公租房了。有观众在深圳的可以给面具人我留言作证，你看我说的深圳的这种现象是不是？不在深圳的，你有亲戚朋友、好朋友、同事在深圳的，你也可以打电话发微信求证嘛，看面具人我说的我得到的国内的情报准不准，对不对？深圳之前最大的农民房小产权的城中村在南头，这2年呢一口气全部都拆迁改造了，然后呢平洲一跃成为了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小产权农民房的租房市场，房租一夜之间飙升了好几倍。拆不掉的那全部都改造成公寓嘛，加电梯、改外墙、加热水器、加空调，配一些简单的家具，房租呢又是翻一番。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收紧贷款，搞死了大把的民间开发商，现在剩下的开发商几乎都是国家队的了。深圳、上海、北京有多少小产权房子呢？小产权房子很难搞的，这个房子是老百姓的命，一不小心就会搞出乱子的。那既然难搞，不如收房租了，对吧？党直接变身二房东，或者直接让这些小产权的房主成为二房东，和党合作嘛，对不对？跟着党走，摇着大旗，跟共产党合作总没错。房租通通收起来，然后呢，表面上看起来是民间有租房，其实呢还是归官方管。二房东成为国家队，这难道是什么难事吗？共产党想干的事儿，共产党想干中国人民干不了吗？这时呢，收房租税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嘛，对吧？统一管理，房租呀、租客呀、房东呀，都在党的手里嘛，对吧？垄断二房东市场，对共产党来说太容易了，对吧？包括这些
北上广深，房价的深水炸弹区，共产党可以把这些人锁死呀，那是必然的。你在深圳买不起房子，买不起就买不起嘛，对吧？哦，你想玩了命的买，你玩了命的想买深圳的、上海的高价房，那面具人我只能说，这种人啊，纯粹的是活腻了，并且呢，贷款也绝对会继续的收紧，因为共产党不想再继续爆雷了，懂了吗？所以呢，根据这些现象，你继续往下看啊，后面不是说你想不想当房奴啊，而是你想当房奴而不得的时代。你不当房奴怎么办？当租奴嘛，一样嘛。你交租金也是交，你交房贷也是交，其实都是一样的。不管房奴租奴，最后的下场都是被共产。因为你看嘛，共产党现在号召什么？内循环嘛，他号召自给自足，要搞农耕技术大发展嘛，对吧？以现在的科技进步水平，共产党想要搞农耕，那肯定是能搞起来的啊！上山下乡什么啊，农村自动化、耕地自动化，它能搞起来。那农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势必会导致农村用地被占领嘛，对不对？并且呢，中共还不停地招揽大量的外资，吸引大量的外资。我上一期节目讲过，中共现在吸引的外资已经超过美国了。那吸引外资多了怎么办？外资过来要搞加工业呀，要搞工厂呀，必然会占用农村土地嘛，对不对？他不可能说是占用城市的值钱土地嘛，对吧？那在农村要么建厂房，要么弄耕地。农村的人住哪儿呀？地方都给你弄厂房了，弄耕地了，我没地儿睡觉了，怎么办？赶人嘛。所以说共产党他目前啊，你看他就是开始坑农民的宅基地，又是取消农村户口之类的，对吧？他就是要把农民的地收过来，然后呢，收过来还不行，他还配合什么社区团购啥的，在垄断农民的农贸产品市场。这都是一步步的有条不紊的，衣食住行通通都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房价呢还是会继续涨，涨到你们根本没希望买，这样才能让韭菜死心塌地的租房。这一切要实现呢，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没有房，买不起房。所以说呢，不管你有没有房，你们一个都逃不掉。全民共产讲了这么多，想明白了没？房子是留是卖，大家心里面也都应该有个数了。当然了，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对待，大家可以私下的，你有什么理财呀、房子呀，或者是你想移民呀、投资出国之类的，你有这些问题，你可以私下问我，因为好多东西我不能再具体说了，油管不让打广告嘛，所以呢，很多东西包括一些灰色地带，咱们只能私下讨论，对吧？好了，来讲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前段时间马云不是出事了吗？阿里巴巴也被涉嫌反垄断调查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网民都有非常大的呼声说，马云倒了，马化腾也要干，把这个阿里反垄断了，腾讯也必须要反垄断调查。结果呢，众望所归，腾讯真的被搞了啊，腾讯也被反垄断了。这个抖音的母公司啊，也是今日头条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它在周二称啊，它旗下的短视频 APP 抖音，也就是 TikTok， 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提交诉状，起诉腾讯垄断。抖音称，腾讯通过微信和 QQ 限制了用户分享来自抖音的内容，这已经构成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抖音还要求法院判定，令腾讯立即停止这一行为，
刊登公开声明，消除不良影响，并且呢赔偿抖音的经济损失合理费用，共计9000万元人民币。抖音在诉讼状中称，即时通信类应用已经成为了互联网用户规模最大、普及率和使用率最高的基础应用。微信、QQ 月活跃用户分别超过了12亿和6亿，加上其即时沟通和分享功能以及网络效应，决定了用户几乎不可能集体迁移。此外呢，目前市场上没有其他的经营者能够提供与微信和 QQ 具有对等功能的服务，这就意味着腾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抖音认为，腾讯封禁抖音的行为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封禁不仅损害了用户的利益，还破坏了抖音产品和服务的正常运营，还排除限制了市场的竞争。去年末，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对阿里巴巴涉嫌垄断开始展开立案调查，吹响了互联网反垄断的执法号角。业内人士预计，2021年反垄断执法将继续强化，腾讯、美团等平台企业或将在劫难逃。不过呢，抖音在此时起诉腾讯，不仅与当前反垄断的形势密切相关，而且呢，也与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快手的上市有关。他们都是视频平台嘛，同行是冤家嘛，对吧？腾讯控股支持的快手计划筹资62亿美元在香港上市，将创下香港2年多来规模最大的 IPO。现在呢，腾讯被搞了，腾讯将面临和阿里巴巴一样的下场，就是上市被叫停。不过呢，这也不是绝对的，共产党有时候做事呢，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其实呢，腾讯目前很简单搞它垄断嘛，对吧？微信支付嘛，你的各方面平台不支持抖音就要搞你，让老百姓也觉得，就是嘛，你微信牛逼了， QQ 牛逼了，我们想入市，你为啥不把你的资源分享给我们呢？看，共产党带起来这个风向，带起来这个风气，让你觉得人家公司辛辛苦苦经营出来的资源就要共产给大家嘛。但是你们这些底层老百姓有没有想过，你凭啥去用人家微信的资源？你凭啥去用人家 QQ 的资源？人家今日头条、字节跳动，人家可以共产腾讯、共产这个微信 QQ， 是因为人家字节跳动是党企，人家的头头是王岐山和习近平，字节跳动是直接归属王岐山管理的，你们知道吗？也就是说，这还就是权力大一级压死人。马化腾算个啥嘛，对吧？马化腾也就是江家的人嘛。你江泽民现在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对吧？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嘛，是不是？现在能想明白了吧？包括什么京东呀、腾讯呀、拼多多呀、美团呀，只要是带电子商务属性的这些公司最后都会被共产党搞。你说习近平敢不敢做这个事儿？王岐山敢不敢做这个事儿？当然敢了呀。他们没有党内的，没有这些贵族的足够的民意没有这些人配合，你觉得他敢放开手脚去干死这些资本家吗？对不对？所以面具人我一直都说党内的绝对的贵族、高级的高官真的是爱死习近平、爱死王岐山了，因为他们开启了一个全面的不要脸的割老百姓的韭菜的黄金大道为什么要搞这些企业家？为什么要搞这些资本家把腾讯打倒了，把马云打倒了，能咋吗？把他们打倒了，你觉得屁民的生活能变好吗？之前你可能还可以在淘宝呀、微信上面搞个微商呀，开个网店呀，对吧？以后呢？以后成啥了？以后这些企业都归党管了。你想在上面开网店卖东西，先问你家有没有亲戚，你家谁谁谁
在这个党里面工作，给你捞个后门，给你开个网店，让你的流量变大一点，这就是官僚体系啊！哎，人家共产党，人家自己的官员控制了这些体系，控制了这些资源，人家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二大爷照顾不过来呢，还照顾你呢？你凭啥嘛？你跟人家非亲非故的，对不对？中国以后就开启了宗族治理、血统治理的恐怖时代了，懂了没？老百姓永远不要想着去挡你们黄老爷的财路。同样的刚才说了，挡到了黄老爷的财路了吗？哎，我还要给你们说一个，那就是人人影视。哎，可能很多人经常上网的人都知道人人影视能下很多免费的片子，这个片子是正常的片子不是你们想的那种猥琐的片子给人带来意淫的片子这都是下什么美剧动画片的。那人人影视最近也被弄了，面具人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有通过人人影视看美剧韩剧日剧对吧？可以看七龙珠海贼王火影忍者，对吧？那现在都被搞了，还有人人影视也倒了共产党发布了一篇文章，说什么上海警方历经了3个月的缜密调查，在山东、湖北、广西等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成功侦破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安部、最高检察4部委联合督办的98特大跨省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抓获了以梁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共14名，查处涉案公司3家，查获作案手机20部以及数余部电脑主机、服务器共计有12台，涉案金额达到了1600万余元。上海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通过人人影视字幕组和网站还有客户端给网民提供疑似侵权的影视作品的在线观看和离线下载。经过与相关著作权利人的联系，上述的影视作品均未取得著作权利人的授权与许可。对此呢，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同虹口公安局展开调查。自从2018年起，犯罪嫌疑人梁某等人先后成立多家公司，在境内境外分散架设租用服务器，开发运营维护人人影视字幕组 APP 以及相关网站，在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情况下，通过境外盗版论坛网站下载获取资源，以400元一集的报酬雇人翻译压片以后上传至 APP 服务器向公众传播，通过收取网站的会员费、广告费和出售刻录侵权影视作品的移动硬盘、光盘等手段非法牟利。现在初步查证，各端口应用软件刊载影视作品2万余部，注册会员约为800余万盈利呢也超过了1600万元，涉案总危害金额达到了数亿元。这就是把人人影视搞了的到今天的下场。那大家仔细想一想面具人，我相信我的观众里面也有很多是做过生意的。人人影视搞了好多年了，咱们想想嘛，你在共产党的天下，你弄个网站，你弄个公司，你搞个生意，咱别说像人人影视搞这么大了，你就是一个小公司、新公司，你搞生意搞起来了，小有起色，一点点的新生意都会被当地的什么税务局蛇皮地霸把你盯上的，你就要给人家上供，该找关系找关系，该疏通渠道疏通渠道，对吧？更别说像人人影视搞的全国别说几百万人了几千万人都认识人人影视，知道吗？中国很多看美剧的、看韩剧的、看外剧的都知道从人人影视下载，对不对？
雇了那么多的员工，用了那么多的服务器，天天百度一搜，微信一搜，这不是你共产党大数据牛逼吗？都搜索到了吧，都收录了，对吧？为什么几年以后才查呢？对不对？这就是很简单的啦。通过你们这些民间的草民把这些外剧美剧引进回来然后呢，这些草民他自己开始翻译，自己雇人，对吧？然后自己搭建起来的这个市场，最后呢，共产党看市场不错，繁荣了，好，收网，把这些私底下的企业老板全部干掉，然后我共产党以后呢，我自己开设一个会员的租赁平台看外剧的收费平台，然后我共产党自己来赚这个钱，行不行？等于说底层的老百姓，底层的私营人士，私营企业家，不管是官商勾结呀，还是他自己奋斗呀，把这个市场烘托起来了以后，共产党入市来捡现成的，来割韭菜嘛，对不对？那问题就又回来了，不是老百姓不想付费老百姓也想付费这就回到了刚才面具人刚开始讲的话题了。通货膨胀那么厉害，老百姓又年年亏钱，你共产党把钱都赚了，你共产党想把啥钱都给赚掉，老百姓哪来钱陪你玩下去呢？你告诉我。